老子就是死，也不给你们当刀下鬼！这是哪儿？我还活着？哈哈哈哈哈！真是一条好狗。骂谁呢？老子让你尝尝打狗棍法！你这傻狗！我好不容易把你放走了，你跟着跳下来干什么？小子，你叫什么？杨坚。你愿不愿意演二郎神？以前游神时候倒是扮过。行，给2个窝头就干。说什么窝头？跟着我干，包吃包住，顿顿有肉。拍完了还给你结钱。这什么地方，这么大方？肉？别说肉了，我那个世道，一个没主的窝窝头扔在地上，都能让几条饿疯了的汉子打出人命来。这儿的人开口就给肉吃？怎么不信？放心，叔不诓你。这样，给你800块，拍1天，干不干？800两？什么两不两的？800块够你买1600个馒头了。行，我干了，有肉吃，刀山火海也值了。好，够爽快。走，先带你去换身行头。你这身破布片子可上不了镜。太软了，一点都不磨肉。我从来没穿过这么舒服的衣裳。那个铁皮壳子跑得比战马还快，它吃什么？那是烧油的，叫汽车，跟马车一个意思，就是不用马拉。行了行了，这些回头再说，先拍戏。走，我带你换衣服，现在先去拍戏。那这个呢？那个叫摄像机，你站他面前，你就是二郎神。摄像机？别看了，那仨天兵等着你呢，把刚才那股狠劲儿拿出来，好好打一场。懂了，就是拼命。开始。咔，完美！哎，停手，快停手！你小子下手也太实在了吧！这是演戏，那是个活人，不是木桩子。小子，你这身手绝了，不用替身，招招都是实的。你练过？师承哪门哪派？没练过，挨打挨多了，慢慢就会了。那就更别浪费了你的天赋。这是几本基础的拳谱和腿法图解，你拿着看看。这怎么行？绝世秘籍，我没拜师，不能要。什么绝世秘籍啊？这玩意儿网上随便一搜就出来了，没什么可保密的。
小子，你根骨齐家，要是想学真功夫，回头我给你引荐几个老宗师。像你这样的好苗子，那些老头子见了只会抢破头，恨不得把毕生所学都掏出来教你，绝对不会藏私。哎，怎么又是红烧肉和炸鸡腿啊？天天吃这个，我都快吃吐了，油汪汪的，腻死了。就是，连个青菜都没有，这肥肉看着就恶心，谁爱吃谁吃。我扔了啊！扔了，那可是肉啊！怎么看傻了？别管他们，咱们盒饭管够，一会儿收工了你也领一份。这儿扔掉的都比我抢到的好。在我们那儿，一个无主的窝窝头能要3条人命。小子，加个微信或者留个手机号，你这打戏太好了，以后有合适的角色我还找你。没有。也是，看你这样子，估计是哪个深山老林跑出来的。这是我的旧手机，还能用，卡也没拔，你先拿着，有活了我给你打电话。只要它响了，你就按这个绿色的键，就能听见我说话，懂了吗？别扔，给我！都不新鲜了，你拿这干嘛？喂狗！小田，这东西埋在这儿，是留个念想。万一我回不来了，至少证明我来过这地方，不是做了个梦。我跳下去能到这儿，反过来也该能回去。那边还有一帮兄弟在等我，我得把这口饭给他们送回去，哪怕是刀山火海，我也得闯过去。让我回去，就一次。就让我把这顿饭送到他们手里。送完了，老天爷，你要收我走，我也认了。我成功了，回来了，我真回来了。我得先回去，他们等了一整夜，该急疯了。拼不过也得拼，杨哥被他们逼得跳了灌江，连个全尸都没留下。咱们从村里逃出来这一路，要不是杨哥护着，早饿死在路上了。现在他死了，这仇不报，我徐渭还是个人吗？对，大不了就是一死，杀一个够本，杀2个赚了。算我一个。你们疯了！城里丐帮上百号人，咱们拢共就4个半大小镇，拿什么跟人家拼？这不是报仇，是送死。送死我也认。杨哥待我就像亲弟弟。老子还没死呢！
杨哥，真是你！你吓死我们了！灌江水那么急，我们还以为你……行了行了，累死我了，松手！灌江水那么急，你怎么活下来的？先别管我怎么活下来的，看看这是什么，吃。这真的是给我们吃的，这白的是米，一整盒都是米，不是米糠拌树皮。吃，别问了，先吃。这肉真香，香的我舌头都要吞下去了。我做梦都没吃过这么软的白米饭。慢点，饿久了不能猛吃，想活活撑死吗？细嚼慢咽。我给你们从头说，从跳江开始。杨哥，你是说水底下有个仙界？是不是仙界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那里的人顿顿都能吃上刚才那样的饭，满大街都是，扔进泔水桶的都比咱们抢到的好。那咱们能不能全都过去？杨哥，你既然能过去，我们也能。能，明天一早我带你们跳江，手拉着手，谁也别松开，咱们一起去那个世界，再也不回来了。好，咱们跟着杨哥去仙界。哥，你说那个世界的人为啥愿意给你肉吃？他们不认识你，不怕你骗他们？他们好像不怕被骗。那个导演，他看见我浑身是伤，瘦的皮包肉，第一反应是给我衣裳穿，给我饭吃，还说要给我钱。这世上真有这样的人，不求回报，就平白无故对你好。我也不知道，但明天去了就知道了。怕不怕？不怕，留在这儿是饿死，跳上去说不定就是好日子。怕也得跳。杨哥，你带路，我们跟着。手拉着手，谁也别松，不管水多急，浪多大，死都不能松手，听见没有？听见了。1、2、3，跳！许巍，李煜！只有我过来了，只有我能来，他们过不来。老天爷，你让我看见那个世界，又让我能来回跑。你是故意的吧？你知道我一个人救不了他们，可你偏不让他们过来，那就只能我过去了，一趟一趟的送，总有一天喂饱所有人。喂，哪位？是我杨戬。哎呦，小祖宗，你终于舍得联系我了！你去哪儿了？我找了你整整1天。你知不知道你火了？你的鹿头视频在短视频平台上疯传，彻底出圈了。我不懂什么叫短视频，你之前说还要找我拍戏，现在有其他角色让我演吗？不用其他角色，你还演杨戬。这次1天给你2000块，最少拍5天，怎么样？行，但我有个条件，先付1半定金，我要现钱。成，你在哪儿？我让人把钱给你送过去，明天一早开工。我在灌江边的老树下，路边能停车，半小时后送到，可以吗？没问题，我让场务开车过去，你等着。 1天2000，那个世界的人随手就给了，可这钱在我手里，一条命都救得回来。
导演说了，这是片场仓库的备用钥匙，你晚上没地方去就去那儿睡，里面有热水。请问农贸批发市场怎么走？顺着这条路一直走。要点啥？玉米面多少钱一斤1斤8毛。5毛卖不卖？卖的话，我买8000斤。小兄弟，8000斤，你拿什么拉？你只管装，我有办法运。哈哈，成啊，5毛就5毛，我当开个张，再免费送你10个结实的防水大编织袋，替你装好。多谢，往后可能还要常来。这个多少钱一把？10块钱一把，15两把，20把。还有那边的水果刀也要10把，还有那个钢管，1米长的那种实心的，给我来12根。在我们那儿，一把豁了口的大刀片子能换3斗粮。这些家伙是拿回去就是神兵利器。8000斤，够养多少人了？你在这儿等我，我去就回。杨哥，是杨哥！你终于回来了！我们跳下来后全被冲到了岸边，怎么游都去不了你说的那个地方。游了一整天，呛了一肚子水，我们还以为你淹死了。吓死我们了，杨哥，吓死我们了！哭什么？我这不是全虚全日的回来了吗？这是金刚打的，一点倭口都没有，这么薄，这么利。这铁棒子比乱兵手里那些豁了口的刀片子重多了，一棒子下去，骨头都得碎。仙界的东西能不锋利吗？往后你们一人一把刀，一根棒子。别说是丐帮那帮老乞丐，就是遇上落单的乱兵，咱们也敢拼一拼。我还买了8000斤粮食，都在那边。我带不过去你们，只能自己来回运。你们就在这守着，帮我接应。我跑一趟，你们卸一趟。哥，你放心去，东西我们给你看好，一根毛都少不了。哥，歇一歇，你都跑了7趟了，还剩多少？最后2袋了，一起搬完。齐了，8000斤，全在这儿了。哥，外面人越来越多了，从你开始煮粥就来了，一个个盯着咱们的锅，眼珠子都快掉进去了。要不要赶走？趁他们还没敢靠太近。不用赶。那就这么让他们看着。
让他们过来。想吃吗？排好队，一个个来。只要认我当大哥，听我的话，以后顿顿都有窝头吃，有糊糊喝。你说真的？顿顿有？不给钱，不用卖命？一碗糊糊换你们一句话，认我当大哥。往后我说往东，你们不往西，就这一个规矩。认了大哥，真给吃的？给，现在就给。排好队，人人有份。退后，排成一排，谁挤谁没得吃。听见没有？排好，一个一个来。这是粮食，真的是粮食。下一个。汤，慢点喝。真香，我3年没喝过粮食糊糊了。杨哥，你给我一口饭吃，以后我这条命就是你的。水里火里，你一句话。你叫什么？没名字，他们都叫我狗剩。狗剩，起来，跪着说话不顶用，站起来替我办事才顶用。杨哥，你说办什么事儿？刀山火海我也去。杨哥，给我这口饭，我命是你的，愿为杨哥效死，愿为杨哥效死，愿为杨哥效死。哥，你听见了吗？他们叫你大哥。听见了。哥，这几十号人都是冲着糊糊来的，往后咱们管他们饭，他们替咱们卖命，这笔买卖值。张角当年一碗符水，去了100万重。谁？张角？镇上说书先生讲过，汉末黄巾起义，张角给人喝符水治病，说喝了就能活命。其实那不是符水有神力，是那时候的百姓连一口糊糊都喝不上，所以他们就跟着张角反了。对，一碗糊糊就能换一条命，那时候的人命贱。哥，咱们这边的人命也贱。你今天给他们一碗糊糊，他们能把命给你？既然一碗糊糊就能让人卖命，那我这里有8000斤粮食，20把钢刀，12根铁棍，还有一条能在2界之间来去自如的命。哥，你是说？我说，既然张角能拉得起100万大军，我为什么不行？我把丑话说在前头，从明天起，我要频繁往来过去灌江，那边的事情不能断。这边的摊子，我全交给你们4个人。虚伪！哥，你交代，我听着。你总负责。往后招来的人，你管秩序，立规矩。我记住了，谁敢坏了咱们的规矩，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。李玉，你管粮食，每天煮几锅，放多少粮，你心里要有杆秤。这里300多张嘴，
少吃一口就多撑一天，多吃一口就少撑一天。你得算得明白。明白。每天记账，谁多吃了一口我都记下来。杨哥，你放心，饿不着他们，但也绝不让谁糟蹋一粒粮。不光要记账，还要看人，谁是真饿，谁是装饿。你那双眼睛给我放亮些。哥，我别的不行，看人脸色的本事你还不放心？保管分得清。夏正，你挑人，挑出强壮的。每天天不亮绕着城郊跑圈操练，剩下那些老弱妇孺，煮饭放哨轮流来。谁也别想闲着吃白饭。哥，练到什么程度算成？练到看见乱兵不腿软，听见杀声不尿裤子。练到我说冲，他们敢往前扑，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也不打磕巴。能不能做到？能。给我半个月，我给你拉出一波敢拼命的。邓莹，你话最少，但心最细。庙里的粮食和家伙事儿你盯着，夜里轮哨你来排，盯住每一个人。谁晚上溜出去，谁偷摸藏东西，谁跟外头的人串通。邓莹，你能不能替我盯死？能，一个都跑不掉。粮管够，但规矩不能倒。你们4个就是我的刀把子，我把后背交给你们，别让我失望。哥，你这话就见外了。你从江里爬回来那会儿，我徐水就发了誓，这辈子跟着你走，你指哪儿我打哪儿。就是，哥，你把命都豁出去给我们弄粮弄家伙，我们要是连这点摊子都看不住，那还配叫你声哥？你就把心放肚子里，等你回来，保证多出几10号精壮小子，个个嗷嗷叫着要跟你干。得回去赚钱了，光有粮还不够，得有钱，得有家伙，得让这些人真正活得像个人。你小子跑哪儿去了？我还以为你拿了钱跑路了。电话打不通，人找不着，我还寻思我这5000块打了水漂呢。有点私事耽误了。导演，还有戏拍吗？我缺钱。你这是掉河里了？怎么搞得跟水鬼似的？没事儿，不小心踩滑了。说正事儿，还有活没？唉，你那3集少年杨戬的戏份已经是我给你加戏了，剧本里本来没这号人。虽然你的陆道在网上火了一把，但那玩意儿热度说散就散，电视剧最快也得半年后才能播，能不能红谁也说不准。我不求红，我就要钱，什么活都行，我不挑。行吧，剧组正好缺个5替，今天就有几场打戏，缺人顶，1天500，干不干？500，干！现在就开始。去那边找五屌换衣服，穿你那身破布片子可上不了镜。对了，签个临时工协议，把身份证给我看看。刚办的。行，有身份证就行，去吧。500块能买1000斤玉米面，够我们那边一帮人吃1个月了。你嘀咕什么呢？没什么。卡！导演，过了吗？没过再来一遍。过了，
你真不要命啊！歇会儿，铁打的人也得喘口气。你胳膊上那几块淤青都快连成片了，不知道的以为你被人群殴了3天3夜。没事，皮外伤。要点啥？老板，长刀要20把，弓箭暂时先来10副，钱不是问题。长刀？你说的是哪种长刀？差不多这么长，开刃的，能砍能劈的那种。弓箭就正常猎弓就行，不要玩具。小伙子，你是拍电影的？对，拍电影，道具不够用。扯淡！拍电影的道具都是钝头的，你这张嘴就要开刃的。当我不懂行？我真……少来这套！管制刀具，别说20把，1把我都打不了。你赶紧走，别给我找麻烦！出去，出去！这家不行，换一家。总有敢接的，我就不信有钱还买不到东西。姓名：杨坚，年龄15。15岁，好年纪。跟我们来这儿做过的10个里有8个都是你这个年纪的，以为自己能瞒天过海。聊天记录你自己看看，20把开刃囊刀，10副猎弓，你还跟人家说钱不是问题。我说了，拍戏用。拍戏？哪个剧组？导演是谁？道具组电话多少？你报得出来吗？你可以打电话核实。道具不够用，你一个5T 自己出来买管制刀具？你家导演知道这事儿吗？只有他不知情，是我自己的主意。小伙子，你知道买管制刀具要判什么刑吗？15岁不是免罪金牌，真要追究，照样能走程序。我没想犯法，我以为能买。从哪儿来？家里人呢？山里来的，没人管我。杨坚，你是不是脑子有坑？买那么多开刃的砍刀干什么？你想造反啊？人家检察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我正跟投资方吃饭呢。你知道我那张老脸丢成什么样了吗？我签了800字的保证书，保证以后严加看管你。你倒好，一声不吭给我捅这么大篓子。老子在这个圈子里干了15年，头一回被叫去领人。我不知道买把长刀都犯法，我以为跟买菜刀一样。跟买菜刀一样？你在山里住了多少年？你是不是不知道外面什么世道？管制刀具4个字你不认字吗？我认字，但我不知道弓箭也算。弓箭当然算，猎弓也是管制器械。你知不知道你那一堆订单要是真发货了，够你蹲几个月？那怎么办？我真需要那些东西。拍戏道具都是剧组统一采购的，谁让你自己出去买？你给我老老实实当5T，别整这些幺蛾子。再让我进捞你，咱俩的交情就到头了。对不住。上车，送你回去。明天还有你的戏，别迟到。至少把这个拿到了，有身份证了，以后能自己赚钱了，不用什么都求人了。那张卡好好收着，别弄丢了。
往后给你结工钱直接打卡里，省得我天天跑银行给你提现金。哥，这是什么？上面还有图，这画的是人，这画的又是什么阵型？一本兵法，一本医书。这本教你怎么用最简陋的东西打仗：挖陷阱、打埋伏、伏击，用石头雷公式，夜里摸哨。这本教你怎么在没有药的荒郊野外救命，什么草根止血，什么烧酒消毒，写得清清楚楚。这上面画的是人身上的骨头和肉，还有草药的样子，连怎么挖草药都画了。哥，这书里写了敌后游击战、麻雀战、地雷战，这都什么意思？这比镇上说书先生讲的兵法还要细。战伤急救，无药可用时，以草木灰止血，以烧酒消毒，以干净布条包扎。这全是活命的法子，全是。杨哥，您到底是哪路神仙下凡，连这种天书都能弄到？这玩意儿放在任何一座城里的老爷府上，都能当传家宝锁进箱子里。您就这么随便丢给我们了？滚起来！什么天书？这叫科学，是人都能看的。给我好好读，好好学。半个月内，我要看到咱们的人能有个兵样。哥，那这本医书呢？给谁学？挑几个机灵的小丫头，让他们背熟了。往后打仗，伤了能自己救，比什么都强。男人冲锋陷阵，女人救死扶伤，各有各的用处。哥，小丫头们不识字怎么办？你教他们念。从今天起，咱们不光要兵，还要学堂。不识字，就拿不了这2本书。拿不了这2本书，就活不到最后。我教，我认字，我来教他们。哥，你放心，这半个月，我不睡觉也得把这些东西啃透。谁都不许熬夜熬死。你们要是把自己熬垮了，我上哪儿再找4个替我管事的？滚去睡觉，明天一早开始。其实我第一回在网上看到这俩书的时候，也是跪在椅子上看的。现代人太可怕了。那时候我就在想，什么都能写进书里，什么人都能学。杨坚，有个来钱快的活儿，干不干？多快？平台搞了个线下漫展活动，需要一批 coser， 就是穿戏服扮神话人物。我觉得你身上那股子魂不吝的劲儿，特别适合扮哪吒。哪吒？那不是小孩吗？哪吒是少年身，你看着显小，正好。而且哪吒那身行头红红火火的，往台上一站就扎眼。我扮过二郎神，哪吒，我不熟。去站2天台，摆几个 pose， 不用说话，不用打戏。给你3000块。2天3000？对，比你当5替翻10倍，干不干？干！管他哪吒还是二郎神，给钱就干。什么时候去？明天上午我让人送你去。哪吒的衣裳好看吗？大红莲花战甲，金圈圈，红绸子，比你那身破布片子强1万倍。到时候你往台上一站，保管一堆姑娘围着你拍照。姑娘不姑娘的无所谓，衣裳好看就行。我那边的兄弟还没穿过这么好的衣裳呢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明天几点？我肯定到。哎呦，我的小祖宗，你这皮肤也太黑了！我这款最白色号的粉底液都快用掉半瓶了。你到底是在哪儿晒的？海边打鱼的都没你这么黑。跑野外跑多了。跑野外？
跑什么野外能晒成这样？你上辈子是不是在煤矿里挖煤的？哥们儿，你这是要出那个粉底液将军的 cos 吗？粉底液涂城墙还厚。你管我涂几层？出你的吕洞宾去！你这嘴皮子还挺利索。别说话了，我补一下唇色。好了。天哪，绝了！这气质，简直是哪吒本挪。我从没见过有人穿这身衣裳像穿自己的皮一样。好帅的哪吒！快拍快拍！这眼神杀我，太还原了吧！小哥哥，你看一眼我的镜头。集邮吗？扩列吗？加个微信吗？别急，好酷！连防备的动作都这么飒，这是武术功底吧？快快快快！这表情绝了，满脸写着别靠近我。佯攻！哪吒，笑一下，保持住姿势，别动手打人啊！笑个屁！我快被急死了。为了3000块，忍住！为了3000块，我忍。你是杨坚吧？我是鹅厂综艺部的 PD。今天你那个哪吒在网上的热度很高，切片视频已经上了热搜，我们后台数据都看到了。热搜？那是什么？值钱吗？热搜就是很多人看见你，认识你，不值钱，但能让值钱的人来找你，比如我。你找我什么事？我们平台正在筹备一档大型户外真人秀，常驻嘉宾全是当红明星，每期有对抗环节。现在缺一个武术功底扎实，能镇得住场的 NPC 角色，配合明星做任务，制造冲突点。我看你挺合适。给多少钱？1天5000，包吃包住。录制周期大概15天。15天？1天5000，75000。对，而且如果反响好，后面可能续签。合同呢？现在签。你不看看条款？上面有保密协议、肖像使用权、回阅责任。你给钱，我卖命。条款不重要，我只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钱按天结，不能拖，我急用。可以，我们走日结流程，成交。1天300，1天180，干1个月不够买3000斤粮，太慢了。1天5000，1个月15万，15万能买30万斤玉米面，能买无数把菜刀和钢。可300人只是开始，以后会有3000人、3万人来投奔我，还得买布做衣裳，买肉补身子，买消炎药救命。导演，我听说最红的明星1天能赚208万，是真的吗？那都是以前的事儿了。现在虽然降薪了，但顶流明星一部戏拿几千万也是有的。你问这个干嘛？几千万，能把兄弟们武装到牙齿，铠甲、弓箭、战马、刀枪，什么都有了。导演，我要红。我改变想法了，我不要只做1天500块的舞梯，我要1天赚08万的大明星。只有这样，我才能养得起我的军队。只有这样，我才能在那个吃人的乱世里，掀翻那群高高在上的老爷，让天下人都吃饱饭。这楼比县衙还高，拍个戏盖这么大房子，
得花多少银子？来了，正好，先带你见见常驻嘉宾。今天第一场对抗赛，你演暗影猎手，专门伏击明星队的 NPC。怎么打？是真打还是假打？假打假打，明星都是金贵的，碰破点皮，粉丝能骂上热搜。你就做动作吓唬他们，别真上手。光做动作吓唬人，那给5000？给，你站着就行，跑起来追2步，表情凶一点，够用了。行吧，你说了算。不过我得问清楚，要是他们先动手呢？他们不会动手，人家是明星，靠脸吃饭的。那万一呢？有人一害怕，先拿东西砸我，我躲不躲？躲开就行，千万别还手。你一动真景的，明天热搜就变成综艺暴力事件了。懂了，挨打不回手，这活儿比我想的难干。穿上这个，你就躲在第3关的迷宫里，等明星跑进来，你就突然跳出来追他们。记住，千万别碰着人。这玩意儿能打仗？一扯就乱了，比我那边的麻布还薄。又不是真打仗，拍节目呢，这叫战术紧身衣，显身材的。快换上，马上开路了。显身材？打仗的时候谁看你身材？一刀下来，身材再好看也是白搭。嚯，这眼神够杀气。行了，绝对出效果。等会儿你一出来，保准把明星吓得尖叫。我不叫，吓人的时候叫唤，那叫虚张声势。行，您老有经验，您说了算。蹲那边迷宫拐角去，等信号。哎，这个迷宫好黑啊，不会真有 NPC 吓我吧？你放心，节目组哪敢吓你？你粉丝不得把导演微博冲了？也是。这样。我觉得这一关我稳了，前面已经看得见出口了。你是谁？什么时候站我身后的？哥们儿，你这眼神也太吓人了！你是专业五行吧？演过什么戏？少年杨戬。哪个戏？没听过，还没播，当武替拍的。武替出身，那更厉害了。回头加个微信，我下部戏缺个武术指导。微信是什么？你这入戏也太深了吧，连微信都不知道。你是从古代穿越来的吗？山里信号不好。行，回头我让助理加你。你这人有意思，真的。1天5000，10天5万，15天7万5，够买15万斤粮了。15万斤粮，够多少人活过这个冬天？小杨，你火了！今天那段迷宫眼神杀的切片上了热搜前3，评论区全在问你是谁。热搜又是那个，到底能不能换钱？暂时换不了现金，但后面能。已经有几个品牌方托我问你愿不愿意接推广了。推广？就是帮他们的东西说2句话，拍个短视频发网上，一条给你大概这个数。5000？5万。什么品牌？要我说什么话？一个运动饮料，就说你拍戏训练时候都喝它，解渴提神，几句词的事儿，拍2-3个小时就完。就这几句话，
值5万。品牌方看中的是你现在这个暗影猎手的热度，你那张截图里那眼神，值这个价。姐，什么时候拍？后天，我让司机来接你。 5万块钱，说几句话就到手了。在现代，嘴皮子比拳头值钱。我要是在古代也能这么来钱，还用得着跟那帮丐帮的拼命抢地盘？起，蹲，起，蹲。谁偷懒，今晚少半碗糊糊。鬼没蹲到底，出来，加10下。你以为打仗的时候敌人会等你站稳再砍你？哥，你回来了。这才几天，练成这样了，一个个腿肚子都在抖，还在硬撑。你那本天书太好使了，上面说队列训练是打仗的根基，我就照着画葫芦。刚开始乱得跟赶鸭子似的，满地乱跑，谁也不听谁的。打了几顿才老实了。粮食还够吗？够，李玉算着账呢，每天定量，不多不少，刚好够。就是什么？就是肉太少，光吃玉米糊糊壮实不起来。有几个练得太狠，晕倒了，醒了还想接着练，被李玉按住了。我知道了，下次我带油和盐回来，还有肉，不是糊弄人的那种猪下水，是真的肉。真肉？哥，你是说那种能看见肥膘白花花的肉？对，管够。哥，这盐白的像雪，一点沙子都没有，一点苦味都没有。我在镇上见过财主家吃的盐，也没这么白。往后都吃这种，吃那个带沙的苦盐，人没力气，天天吐着舌头喝盐水，喝一肚子沙子，拿什么打仗？这本比上一本更细，连怎么给断了骨头的人做甲板都画了。你看这图，竹子劈成条，裹上布条扎紧，写得清清楚楚。以前镇上的郎中都不肯教人的东西，这书上全写出来了。让那几个机灵的小丫头加紧背，打仗之前先把救人学会。男人在前面砍人，你们在后面吊命，缺一个都不行。我已经挑了6个了，都认字快，记性好。我一天教他们2个时辰，晚上睡觉前还要考一遍。你自己别累垮了，教人之前先把自己吃饱。放心，他们怕我，不敢让我饿着。哥，有件事得跟你说。说。城里丐帮的人来了，今天下午有2个探子装作要饭的，在咱们庙外头转了好几圈，一个瘸腿老头，一个半大孩子，看着像祖孙俩。要不是狗剩机灵，盯了他们一整个下午，还真让那小子混进来了。他们看见什么了？没让他们靠近庙门，狗剩带着2个人把路堵了，那俩探子不敢硬闯，就在远处蹲着看了半天。不过，咱们的粮袋就码在庙门口，钢管和菜刀也都在太阳底下晾着，该看见的估计都看见了。肯定是上次逼你调江那帮人，他们听说这边有人施粥练兵，坐不住了。丐帮那帮王八蛋，城里讨饭的地盘是他们画的，城外施粥也得听他们的。咱们这摊子搅了他们的局。他们多少人？
丐帮在城里少说有200来号人，但真正能打的也就50-60个，剩下都是些老弱病残，跟着混口饭蹭口汤的。真打起来，得跑一半。他们有刀吗？有，都是些豁了口子的烂刀片子，砍2下就卷刃的那种。还有几根铁头棍，锈得比木棍还脆，比起咱们的钢管和菜刀，差远了。他们不知道咱们的底细，对，他们只知道这边有人施粥，不知道咱们有多少人、多少家伙，练到了什么程度。我故意让煮饭的人在庙门口生火，锅架在外面，香气飘出去好远。那就让他们再探一次。明天开始，让兄弟们该干活干活，该训练训练，别躲。粮食袋子就敞开口堆在庙门口。钢刀钢管晚上擦得亮亮的，白天故意晾在太阳底下，让路过的人都看得见。别藏。哥，你是要让丐帮的人自己看明白了再掂量掂量？对，让他们看清楚，咱们这200多号人，吃的比他们好，家伙比他们硬，练得比他们狠。他们那帮老爷们要是心里有数，就该知道来找咱们硬碰一时崩牙。那万一他们还敢来呢？那就让他们来，正好试一试咱们的人练得怎么样。丐帮那些人，不也是活不下去才抱团的吗？跟咱们一样，能拉过来就别打，省一颗手弹。子弹就是钢管的意思，别打，尽量收，多一个人，多一双能拿刀的手，比多一个仇人值钱。暗影猎手出来吓人了，这 NPC 比反派还反派。喝吗？看你每次录完都跟水里捞出来似的，喘得跟拉风箱一样。3关跑下来膝盖不疼啊？这什么？怎么跟药渣泡水似的？咖啡啊，你没喝过？你别告诉我你连咖啡都不知道。喝过，上回有人给我一瓶黑乎乎的，喝了半夜没睡着，不习惯，我还是喝水。你这个人好有意思，明明长得凶凶的，往那儿一站能把人吓哭，说话做事又跟刚进城似的。你是哪个山沟里出来的？深山老林，刚出来不久。以前住的地方没这些东西。真的假的？那你功夫谁教的？我看你走路的步子、蹲下的姿势，跟那些武行都不一样。别人是练出来的，你像是长在身上的。没人教。天天被人追着打，躲多了，跑多了，挨揍挨多了，就学会了。对了，你有没有兴趣签经纪公司？我经纪人今天还问我你是谁，说你有潜力，想约你聊聊。经纪公司是干什么的？就是帮你接活、谈价钱，帮你红。你现在这么自己瞎撞，赚的都是小钱。有了经纪人，路子就广了。你那个经纪人能帮我接到一天208万的活吗？你要不要这么直接？你以为208万是大白菜啊？满大街随便捡。我不怕累，不怕死，什么活都敢接，能赚到就行。你帮我问问他，能帮我赚到这个数，我就签。行，我把你微信推给他。你自己跟他谈，不过我先说好，他那嘴可利索的很，你别被他说晕了。他说不晕我，我认死理。谁给钱多我跟谁干。经纪人就是现代的牙行吧？替人牵线搭桥吃抽率，不过他们认识的人多，路子广。
208万的路子，也许真能走通。要是在古代也能有个精金日人替我接活，我何必亲自跟那些地头蛇拼命？古代一个伤口感染就能要人命，这边一瓶消炎药才几十块，我得想办法多囤药。不光是消炎药，还有止血的、退烧的、止疼的。要是能囤够一个冬天的量，冬天过去还能剩下200条命。综艺录完给7万5，广告推广给5万，加起来12万5。买粮、买盐、买油、买药、买布做衣裳，还得留点应急钱。那条狗还要打疫苗，听导演说也要几百块。PD， 下次录制能不能把我排在前面？我想早点拍完，有事要办。行啊，明天给你调一下。你急着干嘛去？买棉被，冬天快到了。老板，这猪油怎么卖？肥呆8块1斤，炼好的油12。你要哪种？我要生板油，拿回去自己熬，越多越好。要是量大，能不能便宜？你要多少？200斤。200斤？你开饭店的，还是家里有几十口人等着吃？村里办流水席，人多，几十桌。行，6块51斤，最低了。我给你切成块，回去好熬，多了也放得住，冬天不坏。好，装了。老板娘，这布多少钱？12块钱1米，你要多少？500米。500米？你做什么的？做窗帘也用不了这么多。村里人做衣裳，人多，冬天快到了，一人做一身棉袄，500米可能还不够。8块51米，批发价了，不能再低。你要是还嫌贵，那我真做不了。好，包起来，再帮我看看有没有厚棉花，我要300斤。小兄弟，你这是要开裁缝铺啊？行，我给你算便宜点。杨哥，今天又是大包，这袋比上回还沉。油和布，回头让李玉分下去，每人先做一身新衣裳，猪油掺在糊糊里煮，有力气。新衣裳，不是麻袋片子，是真的布。对，真的布，软的，不扎人。等会儿还有好几趟，别走远，等着接应。哥，你歇会儿，最后一袋了，都齐了。齐了就好，油有了，布有了，棉花也有了，这个冬天冻不死人了。别急，今晚连夜裁，每人一件新衣裳，先给练功的兄弟做老弱妇孺第2批，都别抢，人人有份儿。软的，不是麻袋布，不扎人。
我娘说等我长大了才穿得起布衣裳，我现在就有了。等赚够了钱，还得买鞋、买被褥、买帐篷。冬天快到了，这边一入冬，冻死人是常事。我得抢在冬天之前，把所有人都养壮实，穿暖和。一个人穿暖了不算暖。哥，城里的探子又来了，这次不是2个，是7、8个，都在东边那片林子里蹲着，离咱们不到1里地。有个家伙拿了个铜管子，像望远的东西，不知道在瞧什么，蹲了1下午了。他们在看咱们训练，应该是蹲了快2个时辰了，换了2拨人。一个蹲累了，换另一个继续看。绝对是丐帮的，我看清那个瘸腿老头了，就是上次那个。让兄弟们该吃饭吃饭，该生火生火，该熬粥熬粥，平时怎么干，现在还怎么干。可是他们摸得那么近，万一晚上摸进来偷东西呢？不会，他们要是想偷，就不会大白天蹲在那儿看了。他们就是要看明白咱们有多少人，多少家伙。那咱们就这么让他们看？让他们看，我在等他们看够。他们看得越久，心里就越清楚，咱们的人比他们多，吃的比他们好，家伙比他们硬。他们里头但凡有个明白人，就知道硬啃这块骨头要崩牙。到时候不用咱们去城里找他们，他们自己就会找上门来。丐帮那200多张嘴，不也是饿出来的吗？给他们一口饭吃，一身衣裳穿。哥，你是想收编他们？他们干嘛还给城里的老爷卖命？我懂了，去跟徐渭说，今晚轮哨多加2班，别让人摸进来就行。其他的，他们想看就让他们看，看够了，他们自己会来的。我看了你那个综艺切片，也看了漫展的哪吒出圈图。你身上有东西。现在娱乐圈不缺漂亮脸蛋儿，缺的是不一样的人。你那张脸一出来，观众脑子里蹦出来的第一个词绝对不是好看，那是啥？带劲。你懂不懂？现在的小鲜肉太甜了，观众腻了。你这种一出来就让人想躲远点的，正好。什么叫带劲？就是你不服管，不怕事儿，谁也不惯着，镜头一怼到你脸上，观众就觉得你下一秒要动手。这玩意儿演不出来，天生的。你说这些能让我赚多少钱？爽快，我给你看几个数字。短期的话，1年300万到500万。如果综艺反响好，后续资源跟得上，翻倍不是问题。你要是愿意走硬汉武打路线，这个赛道现在缺人，天花板比你想的高。300万，购买多少东西了？购买多少粮食？多少布？多少药？怎么，嫌少？你老惦记粮食干什么？你家里有矿，还是打算开粮铺？村里人多，穷怕了。放心，只要你肯配合，绝对不止这个数。但有一条，你得听我安排，档期、公开活动、言论、造型，都得过我这一关。你不能自己想干嘛就干嘛。成交。但我也有一条，我有时会有自己的事要办，不一定随时都能到，但我会提前跟你说，尽量不耽误你安排的活儿。行，我签过的人里，你是头一个跟我讨价还价的，别人都巴不得把档期排满，你倒好，还给自己留后路。我习惯了，什么都要给自己留条后路，不留后路的人活不长。你这人越聊越有意思。行，
合同我让法务发给你，你回去看看，没问题就签。小天，你信不信？有一天我能买下一座城，不是那种破破烂烂的土围子，是真的城，有城墙，有集市，有粮仓，城里的人不用饿肚子，不用被乱兵追着跑。别光咬，我是认真的。等我有钱了，300万也好，3000万也好，全都换成粮食、布匹、药、刀枪，把咱们那边的人都喂饱穿暖，武装到牙齿。到时候谁还敢欺负咱们？谁还敢把老百姓当牲口一样宰？明天还有综艺最后一场，录完了钱就到账了，然后得再去一趟批发市场。冬天快到了，棉衣、棉被、靴子，一样都不能少。今晚先把这批油和布送过去，趁着天亮还能跑一趟。走吧，该干活了。哥，先喝口热的。你嘴唇都冻紫了，灌姜水刺骨，你一天来回跑8、9趟，铁打的人也扛不住。没事儿，死不了。棉花都分下去了。分了，每人先领2斤做棉袄，剩下的留着续被褥。几个手巧的妇女连夜再缝，天亮就能做出第一批。那就好。冬天一来，冻死人比饿死人还快。先把衣裳解决了，再想下一步。哥，城里的丐帮又派人来了，这回不是探子，是3个人直接走到咱们营地外头，说要见你。几个人？带家伙了吗？3个，一个瘸腿老头，2个年轻后手，就带了一根竹竿当拐棍，别的没见着兵器。人在哪儿？夏正把他们拦在营地东头的土坡下，没让靠近粮仓。狗生带着5个人围着他们，钢管都攥在手里了。让他们进来，1个人去就行，其他人在庙里别动。哥，万一是诈降呢？万一他们进了营地才动手？3个没带家伙的人闯进200多人的营地动手，疯了吧？你当丐帮全是不怕死的死士？他们要是真有那胆气，早该在城里自己立山头了。小兄弟就是杨坚吧，久仰大名。老朽姓赵，城里丐帮的弟兄们都叫我赵瘸子。赵老哥，你大半夜带人摸到我营地门口，总不能是来找我唠闲嗑的，有话直说。小兄弟爽快，那我也不藏着掖着了。我们丐帮在城里讨了10几年饭，从来没遇到过对手。结果你来了不到1个月，城外施粥练兵，招人聚众，我们城里的地盘眼看着就让人给薅空了。今天来就是想跟你谈个章程。什么章程？我们打听了你的底细，灌江边上跳下去又爬上来的那个，我手下亲眼见过你背着一袋袋粮食出水，一趟又一趟，跟水鬼似的。你那粮食是凭空变出来的，我们不知道来路，但你手里有粮有铁，这是明摆着的。然后呢？我们丐帮在城里有200来号人，老老少少都有。你要是愿意收留我们，给我们一口饭吃，往后我们就是你的人。你指东，我们不往西。可你要是想赶尽杀绝，把我们饭碗全砸了，那我们200号人拼了命也要跟你磕一磕。反正横竖都是饿死，不如死得硬气点儿。赵老杰，你这话说的有意思。我什么时候说要赶尽杀绝了？那你整这么大摊子？我整摊子，是因为我以前跟你们一样，没饭吃，没衣裳穿，没人管死活。我那4个兄弟当初也是饿得啃树皮的货色，你要是早1个月来找我，我还没粮给你呢。赵大哥，我不跟人抢地盘，这破城的地盘我不稀罕，城里那些老爷们的地气我也不稀罕，我想要的只有一样。什么？吃饱饭的人越多越好。你手下那200号人要来可以，我管饭、管衣裳、看住，
往后打起来，你们能拿刀的就拿刀，不能拿刀的做饭放哨看孩子。我不养闲人，但也不让任何人饿死。我骗你干什么？你带人去城里转一圈，把你那些老老少少都领过来。今晚就到这儿来，我让李玉县熬一锅糊糊，先让大伙吃个热乎的。小兄弟，你说的是真的？我们什么也不用干，你管饭？管，但有一条，进了我的营，就得守我的规矩，不偷，不抢，不内斗。谁要是欺负自己人，我手里的钢管不长眼。小兄弟，不，杨哥，我赵瘸子带丐帮200号人谢你的活命之恩。别跪，我不兴这个，站直了说话，跪着的人站不起来打仗。好，我这就回去叫人，天亮之前200多号人全到。小杨，录完今天这期，你就算是正式从这节目毕业了。谢了，这个月够你忙活的吧？忙点好，你这暗影猎手的热度，这季收视率全靠你撑起来一半。昨天收官预告放出去，弹幕上全是暗影猎手能不能返场。卡完美收官。小杨，钱到账了，7万5，一分不少。短信到了，看见了。你这人真有意思，7万5到账了，连个笑都没有。别人拍完收工早该庆祝了。我小点高。行吧，下期见。7万5，加上那5万推广费，12万5了，够买一批好东西运回去。哟，小兄弟又来了，上回的玉米面吃完了？还没，今天不买粮，买别的。要啥？棉鞋200双，布手套300副，棉帽子200顶，还有，你能帮我搞到那种加厚的棉帐篷吗？能住10个人的那种。你这是要过年啊，还是开救灾站？村里今年冬天遭了灾，冻死好几个了，我回去救急。棉鞋我有路子，7、8块钱一双，手套更便宜，2块5。帐篷这个得订货，现货没有，得等3天。一顶帐篷大概200来块，你要几顶？先来10顶。行，3天后来取，我给你凑齐。你这是要开诊所？村里人看病不方便，那你拿这个吧，常见病简易疗法，免费的，上面有怎么用这些药的对症说明。多谢，这东西能救命。杨哥，人都带来了，城里没人了，全在这儿。总共213口，老弱妇孺占一半，能干活打仗的8、90号都到了。我就说一遍，进了这个营就是一家人。我叫杨坚，不是老爷，不是地主，不给你们磕头，也不要你们给我磕头。我能给的就3样：一口热饭，一身暖衣，一条活路。但我也有3条规矩：第一，不偷不抢，偷自己人的打20状，赶出营。第二，不内斗，谁跟谁打架，不论对错，各打10棍。第三，不许自轻自贱，没人天生就该饿死。你们在我这里吃了1天饭，就是我的人。往后谁敢欺负你们，我替你们兜着，你们自己也要敢还手。谢杨哥活命之恩，谢杨哥活命之恩。起来，赵大哥，你带来的这些弟兄归你管，你和徐渭一起排班，能练的入营操练，老弱的编入后勤。粮仓的李玉会分配活计。好，我老赵这把骨头还能动，保管不拖后腿。这是新的，不是人家穿剩下的，是新的。哥，加上这213口，咱们现在有快500人了。500张嘴，1天光玉米面就要吃掉近1000斤。我知道。所以下步不能光靠玉米面了，城里粮价贵，咱们得自己种。灌江下游那片滩涂地，我上回看过，能开荒。入冬前种一茬荞麦，明年开戳就能收。种地？咱们的人都是逃难出来的，谁有地？没有就开，荒地多的是。现在人手够，家伙够，还怕开不出一块田来？也是，
以前没人是没力气，现在顿顿吃饱喝足了，有力气。那开荒从明天开始。明天开始，你和赵瘸子商量着排班，一半人操练，一半人开荒，轮着来。好地，灌水方便，土也肥。明年开春种上粮食，收成不会差。就是离营地远了点儿，真打起仗来，这地方容易被偷袭。得修一条从营地到田铁的路，还得在路口设个哨卡。回头让夏正带人砍树修路，沿着江边走，以避险。再把那10顶帐篷支在田边上，农忙时候可以轮班守夜。合同签了，你现在算是我的人了。我今天给你接了2个活儿，你看看。什么活？第一个，一部古装武侠朗剧的男3号，武打戏份重，导演点名要你，总共拍4个月，片酬税后80万。80万？对，虽然是男3，但人设很吃香，冷面杀手，话少，杀人快，正好符合你现在的人设。剧组下个月开机。行，第二个呢？第二个，一个运动品牌的代言，1年合约，拍2支广告加2次线下站台，报价120万。那你这边没问题的话，我就把时间排了。网剧下个月开拍，广告下周末拍，中间还有半个月空窗期，你正好调整调整。怎么，嫌少？不少，这200万够我干很多事了。好，不过我有件事要提前说，下个月开拍之前，我可能有2天联系不上，有事提前跟我说就行。行，提前3天报备就行。那就好，你那个角色有马戏，导演说如果你能不用替身自己骑，加5万片酬。告诉他，我不用替身。走了，又有一批新东西要送回去。这趟是帐篷和药，冬天快到了，得赶在大雪之前把营地的窝全都换了。杨哥，有人来了，一队骑兵从北边官道上过来的，大概10几个人，骑着马，穿着皮甲。多远？大约5里地，正在往南走，不一定朝咱们来。但徐哥让我赶紧来跟你说一声，怕万一。骑兵，什么样的人？官军还是乱兵？看不清旗号，但他们的马都有鞍子，人身上也整齐，不像流寇。让徐渭把操练的人收回来，粮袋和钢管先搬进庙里，别在外面晾着了。通知赵瘸子，让那些新来的人不要乱跑，都在营地里待着。哥，要不要把人撤到林子里去？万一真是冲着咱们来的，撤没用，骑兵追起来，2条腿跑不过4条腿。先看看他们是路过还是冲着咱们来的。这条官道往南是去林州的，骑兵南下多半是押运粮草或者传军令。可这年头，哪儿还有正经军令传？早都散了。杨哥，你看那杆旗，那是林州守备军的旗，是官军，不是乱兵。官军？林州的守备军跑这儿来干什么？坏了，林州守备早就散了，3年前就被流寇打垮了。这旗还能竖起来，十有八九是有人重新拉起了队伍。往南走，这一路全是咱们这种逃难的流军营地，他们多半是来抓壮丁的。让所有人进庙，别出声。拿钢管的人守在墙根后面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准露头。走了。今天是路过，明天呢？后天呢？这地方离官道太近，骑兵走一趟连半个时辰都不用。咱们不能一直靠着躲。学长，哥，那怎么办？搬吗？不搬，搬不动的。这些东西堆在这儿就是根，
咱们要做的不是躲，是要让过路的人不敢进来。哥，你的意思是，从现在起，咱们不光要练兵、种地、囤粮，还得修围墙、挖壕沟、扎木栅栏。我要让任何人，不管是官军、乱兵还是流寇，打咱们营地门前过的时候，都得多看一眼，多掂量掂量。杨哥说的对，躲一辈子躲不出头。当年黄巾军也是从修寨子起家的，咱们如今有粮有人有铁器，差的就是一圈墙。我老赵别的不行，垒墙挖沟，我在城里当乞丐的时候替人干过这活，熟得很。那就这么定了。明天天亮，所有人分成3队，一队跟着夏正继续操练，一队跟着赵老哥去河边伐木挖沟，剩下一队跟着李煜整理粮仓，分配物资。以前我以为有了粮，有了刀，有了人就行了，但今天那队骑兵告诉我还不够。光有饭吃不够，光有刀不够，还得有一道让人不敢轻易跨过来的墙。我得在这个冬天到来之前，把营地变成一座小城，一座没人敢随便碰的小城。哥，城墙那边的壕沟今天能全部挖完，赵老哥带着人已经干到最后一节了。干得挺快，让赵老哥歇一天，别累垮了。歇不住，老头比年轻人还来劲儿。昨天硬是带着人干了4个时辰没停，我让人去拉他才肯下来吃饭。这老头是把营地当家了，由着他干，但别让他把自己折腾病了。杨哥，给你吃，我今儿早在河边摘的。甜，你留着自己吃。冬天到了，野果子少了，找到就自己收着。够深，比我想的还好。赵大哥，你今天歇半天，别干了。歇什么歇？我这把老骨头在城里乞讨了20年，啥时候歇过？现在顿顿有肉吃，浑身都是劲儿，不干活心里不踏实。那行，你干到太阳偏西就收工，我不跟你商量，这是命令。得嘞，听杨哥的。不对，这次马蹄声密得多，至少5、60匹，有旗号，还是林州守备军，但比上次多得多。抓壮丁的来了，这种小股骑兵抓人都是前面探路，后面大部队跟着。杨哥，咱们怎么办？他们要是想进来，得先过这道沟，沟过了还有栅栏，栅栏过了，咱们还有400多号能拿刀的人。徐渭、夏正，传令下去，所有人归位，拿家伙上栅栏。营里的人听着，我们是林州守备军，奉命南下征粮。你们私占官地，聚众叠营，私藏兵器，按律当缴。识相的把粮交出来，把人交出来，我还能给你们留条活路。哥，5、60骑，硬拼咱们不一定吃亏，但死伤肯定少不了。你带人到我的地界上来，开口就要粮要人，你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凭我身后这60把刀。你身后60把刀，过不了我面前这道沟。你信不信？你马蹄刚踏上沟沿，我就能让你的人倒下一半。小子，你手里那些铁器哪儿来的？一个刘军营能有这么多铁？你管不着。你要是想进来拿，你就试试。要是想好好说话，我这儿有口热汤，你下马过来喝一碗。备汤吧。你们天天吃这个？顿顿有，猪肉没有天天有，但糊糊管够。我手底下那帮弟兄，小半个月没吃上一顿正经饭了，上头催粮催得紧，地里的庄稼早被人抢光了，我们只能到处搜刮流民营，弄点掺了沙子的粗粮充饥。我姓韩，以前是林州守备军的百户，3年前守备军散了，我拉了10几个弟兄自己干。说是守备军，其实就是山匪，谁给粮就替谁卖命。你们营里这碗糊糊，比我在林州城里吃过的都香。我直说了吧，你这营寨够结实，人手也不少，铁器比我们用的还好。我60个弟兄硬攻下来，就算赢了也得折一半，不值当。但我今天要是空着手回去，交不了差，上头饶不了我。
你要多少粮？你能给？你带50个人来，拿刀指着我的门要粮，我没当场跟你翻脸，就已经是给你面子了。给你粮可以，但有个条件。说，你和你的人从今往后别在这一带抓庄丁抢粮食。我不管你上面是谁，替谁卖命，你只要别碰我的人，别碰我营地方圆10里内的百姓。我每个月给你100斤玉米面，够你和你那60个弟兄喝上10天愁的。你认真的？我从不拿粮食开玩笑。我替那60个弟兄谢你的粮。往后这条官道上，只要看见你杨坚的旗，我韩某们绕道走。记住了就行。去吧，粮我让人给你装好，别让人看见你从这儿驮着粮食走。杨坚，你今年多大？15。15？你比灵州城里那些30岁的老爷们强多了。准备好，3、2、1 ，Action！ 卡，漂亮，过了！小杨，你这马技太绝了！刚才那条，导演说可以直接剪进预告片，你热搜又上去了。今天拍佘马的路后被人偷拍了发出去，10分钟不到就冲上了热榜。热搜能换钱吗？能不能换钱你心里没数。上个月那个运动品牌因为你热搜涨了销量，主动把代言费加到了200万。那还行。还有件事儿，今天中午有个投资人托人递了话，说想见见你，聊一部电影的男1号，古装战争戏，投资过亿。男1号？对，对方点名要你，说看了你综艺里的那股狠劲儿，觉得你就是他们剧本里写的那个人。什么时候见？下周，我把时间排出来了，你这边网剧还有半个月杀青，正好接上。行，你安排。新戏杀青了，男1号你知道吗？现代人管那叫主角，以前在咱们那边，我连配角都算不上，就是个逃命的野小子。我今天算了算账，片酬、代言、综艺全加起来，快400万了。400万，够买多少东西，够养多少人？我以前想都不敢想。冬天快过去了，咱们营地现在有600多号人，围墙扎起来了，田也开出来了。韩百户那帮人再也没来骚扰过。赵老头的腿虽然瘸，但干起活来比谁都快。徐渭把操练带得整整齐齐，夏正带着人又开了一片新地。有时候我在想，我到底是哪边的人？是古代那个饿怕了的杨坚，还是现代这个穿着名牌、住着宾馆、一天赚几万块的杨坚？都想，都是。我回得去，也过得来，两边都是我的家。活了，全活了。杨哥，你看这苗，壮实得很。今年秋天要是收成好，咱们就不用光靠你一趟趟背粮回来了。地肥水足，长势不错。今年先把这片田稳住，明年再扩1倍。哥，你以前说要让所有人都吃饱饭，现在真成了。还早，这才刚开始。吃饱了不算完，还要穿暖，有住，有衣，有学。那个韩百户上个月悄悄派了个人来说，愿意把咱们营地的位置从守备军的名单上划掉，就当没看见。那姓韩的是个聪明人，聪明人活得更久。往后这一代，聪明人会越来越多，因为咱们营地的粮仓越堆越高，围墙越来越厚。小杨啊，我看了你的综艺和网剧片段，你身上有股劲儿，现在年轻演员里少见。我们这部《断魂刀》男主角是个从乱世里爬出来的孤狼，我就觉得你合适。周总抬举了，剧本我看过了，喜欢。但我想问一个问题。你问。这个主角最后是为什么而战？
为了活下去，为了复仇。剧本里写的是他全家被杀，他一路杀回去报仇，不够。一个从乱世里爬出来的人，打到最后，一定不是为了报仇。报仇是私怨，撑不了一辈子。他得为了一个比他自己更大的东西去打，比如让以后的孩子不用再经历他经历过的事。老王，你听见没有？这孩子比咱们编剧想的深。行，那咱们回去改剧本，让主角不光报仇，他还要建一座城，让所有人都能吃饱饭。那这戏我接了。电影定了，下个月开机，拍5个月，片酬800万，加上上半年那几个代言和综艺，你今年的收入已经过1000万了。杨坚，我认识你大半年了，有件事我一直没问你，你到底是从哪儿来的？深山老林。我跟人打交道20年，你每次说到家的时候，表情跟别人不一样。别人说家是回去，你说家是两头跑。陈姐，如果我说我每次跟你说回老家都是真的回了老家，只是那个老家不在这条街上，也不在这个城市里，你信吗？我信不信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自己知道你在干什么。知道，我一直知道。今天新开的那片地种完了，夏成说明天开始修第2条沟，把田地和营地连起来。让他干，别耽误春天这茬苗就行。哥，你说咱们现在算是站稳了吗？站稳了，但以后要走的路比这3个月长得多。怕吗？以前怕，刚跳江那会儿什么都怕，怕饿死，怕被人砍死，怕回不来。现在不怕了。为啥？因为我知道，不管在那边还是在这边，都有一群人在等我回去。有地方可回的人，不怕路远。杨坚没有停下，那座营地后来变成了一座城，那座城后来养活了越来越多的人，而那条灌江的水一直在流，从古代流到现代，从现代流回古代。他两头都有家，两头都有人等他回去。